这4个男孩坐在铁轨上，远处是一辆飞驰而来的火车，可他们并没有跑，而是一个个捂住耳朵，闭上眼睛，看样子是不想活了。突然，一声婴儿的哭声如炸雷般传入耳中，孩子们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。当几个人站起来时，那火车刚好呼啸而过，他们在树林里发现一个被遗弃的婴儿，身上到处都是蚂蚁咬的伤口。他们立马抱着婴儿跑到最近的医院，幸好送来的及时，不然后果难以想象。看着眼前的婴儿，他们有了活下去的想法。哥几个决定抚养这个婴儿长大，并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小山。他们把捡破烂换来的钱全都花在了这个弟弟身上。在哥哥们的照顾下，小山逐渐长大，很快就到了该上学的年纪。然而这天却发生了意外，大哥被人一把薅住了头发，眼看就要性命不保。此时有人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，咣当一下干在下巴壳子上。原来是刚刚放学的小山。男人怒了，拿着钢刀就冲了过去，小山却一脸淡定，抡起拳头照着裤裆哭哧就是一下，刀都给他打掉了。经过这件事儿，小山发誓要保护哥哥们，还说从今以后自己出去赚钱，让4个哥哥去上学。就这样20年过去了，小山长成了大山，他靠着跳舞养大了几个哥哥，哥哥们也都很争气，尤其是大哥还当上了派出所所长，一上任就屡破奇案，扣了1卡车的赃款，足足有100多亿。然而这天，一个恶霸却闯进大哥的办公室，他拿出一把车钥匙，说车里有2个亿现金算是见面礼，但要归还扣押的卡车。大哥先是一愣，然后拿起了车钥匙。男人转头露出得逞的笑容，可下一秒，大哥让手下把这辆车也给扣了。 Thanks for the evidence. అవి మీవే అని ఒప్పుకున్నందుకు. 那恶霸的老脸一下子就噜噜了下来，他伸手抓住要走的手下，按在桌子上，然后对大哥及其家人一顿威胁。大哥当场就被吓坏了。另一边，一个男人从火焰中窜出，落地的瞬间尘土飞扬，原来是成年后的大山。一个大汉拿着电锯在那比比划划，大山一个后摆腿就给他干趴下了，接住飞起来的铁把子，照着面门嘎巴就是一下，那铁把子向上一怼，随后凌空飞起，嘎巴又是一下。没有任何一人能在他手中坚持哪怕一个回合。随后举起一个胖子，直接扔进了大哥的办公室，而这才是大哥所真正害怕的。只见大山一个嘴巴子扇在恶霸脸上，用大脚丫子又是一顿踹，最后直接把恶霸扔出了门外。这就是威胁他大哥的下场。此时闻声赶来了很多记者，但大山完全没有在意，又是啪啪的一顿小嘴巴。要不是被哥哥拦住，那男人会被他活活打死。而大哥明白这件事儿怕是不能善了了，因为恶霸的后台是当地的高官。没办法，他只好拉着弟弟上门道歉。男人刚替大哥出了气，大哥却带着他去给人家道歉。Sorry చెప్పు. Sorry చెప్పరా. Sorry. 那高官一听一下就怒了，刚要起身收拾他，大哥见事不好，立马出来解释，说自己帮他写一封道歉信。高官这才坐了回去。此刻大哥脑瓜子上冷汗直流，可高官还是不满意，说光道歉可不行，还得舔自己的脚丫子。大山一下就急眼了，抓起道歉信团吧团吧就给撇了，圆珠笔一扔，差点要了高官的命。一旁的手下上前吱哇乱叫，大山一肘子搂了过去，又免费送了个小嘴巴，这也把高官彻底的激怒了。他重重的捶了一下桌子，大山却一点都没惯着他，也对着桌子咣当一下，那气浪直接崩飞了桌上的东西。哥哥们怕大山闯祸，赶忙上前拦住了他。那高官觉得也不过如此，还在那逼逼叨。大山回头一步步走到高官面前，吓得高官直接蹦上了椅子。一旁的手下见状，全都亮出了钢刀。大山哭哧就是一脚踹飞几人，抢过钢刀用膝盖一顶，瞬间4分5裂。高官终于被吓住了，大山则还是一脸淡定。此刻再也没有人敢上前阻拦。就这样，他带着哥哥们大摇大摆的走了。可高官咽不下这口气儿，悄悄找了隔壁村的恶霸帮忙，趁大山不在，抓走了他的3个哥哥和嫂子们。大哥因为出差躲过一劫，带着侄女玩的大山赶了回来。女孩奔着爸爸的方向跑去，只见哭哧一枪，女孩应声倒下。大山急忙跑过去查看，还好没有打中要害。大山终于怕了，为了家人的安危，他开始不停的道歉，可对方依然还是举起了枪。
这一下大山彻底的怒了。此刻又出现一群大汉，个个手持流星大锤，大山直接奔着人群冲去，一个野蛮冲撞，直接顶飞30来人，那力量简直恐怖如斯。一人手持武器冲来，被他轻松抓住，照着脖子嘎巴一下，小卡了眼恨西北。其他人一拥而上，大山一个大顶膝，直接把一人干到了大街上，伸手抓住小飞刀，叮咣又是一顿猛磕，哭哧一下把那4轮子都干翻了。这时身后有人偷袭，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大跳着及时出现，随后一个老头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大山的大哥被叛军抓了。当大山赶到时，人早已不见。突然一张大网从天而降，这个男人被铁链牢牢锁住，但他丝毫没慌，因为被抓都是大山故意的，就是为了找到叛军的老巢。叛军头子大海下令杀了大山，大山抓住铁链一用力，4个壮汉全部被拽倒，再一用力，2块大石头被他从泥巴里拔出，回身一甩就干掉了3个小咖了。那1000斤重的巨石在他手中如同玩物。随后导演安排了一把突突枪，他一顿胡乱射击，放倒了无数敌人，那肱二头肌都随之颤抖。最后只剩下了大海和他的贴身手下，最终对决一触即发，2人同时发起了冲锋。大山弯腰哭哧就是一斧子，但大海却直奔大哥而去，一斧子就给他扎了，这让大山愤怒到了极点，他冲上去一斧子就干倒了大海，可大哥却因为失血过多，最终还是死了。大嫂得知后伤心极了，随后一家人埋葬了大哥。大嫂抓起一把丈夫的骨灰，రామ వాడెక్కడ？几天后，村子里来了几辆越野车，车里面下来的男人正是大海。他不仅没死，还练就了一身的毒功，连那剧毒无比的眼镜蛇都被他毒死了。此时大嫂也发现了他，对着他劈头盖脸的一顿呲儿，说早晚自己的小叔子都会弄死他。大海脸色一变，随着一声震耳的马叫声，大山骑着一匹黑色战马应声而来，仇人见面那是分外眼红。大山举起手中的长矛，噗呲一下穿透了一名小咖了，然后他举起大海，重重的摔在地上。大海双手一拍，迅速站起身，甩了甩头上的沙土。大山则是一声怒吼，2个人比起了铁头功。大山哭哧一肘子先发制人，随后那大炮子根本就停不下来，他又使出看家本领回旋踢，身后的小咖了全部被震飞，只能一个字形容：还有谁？大海则捡起地上的钢刀，冲上去对着大山一顿乱砍，但每一下都被大山完美躲过，根本就难以伤他分毫。大山一弯腰避开飞出的钢刀，随后接住对方的拳头，对着大海的肩膀头子咣咣就是2拳，把骨头都给干折了。他又把铃铛当成武器缠在拳头上，照着大腿里子梆梆就是2拳，最后一记凹溜根彻底解决了大海。这一刻他终于为大哥报了仇，同时也担负起家里的重担，照顾起嫂嫂们。